经常有人在群里问我，软路由死机了怎么办？万兆光猫塞不进弱电箱怎么办？WiFi 在门口没信号怎么办？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：不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，玩就玩重工，只要大一点，对不对？门口那个又小又闷，还是金属盖子的弱电箱，就是那个螺丝壳，试图在里面塞进高性能设备，就是在违反物理规律。散热不行，信号屏蔽，维护困难。那么在我家里，我的第一步就是废除弱电箱。硬路由要做好的是主网关的角色，而不是万能白盒子，支持内网 NTP 就行了，因为这个对延迟和抖动要求挺高的。这个桌子它像是个实心桌子，这中间10厘米的空隙，这地下就是设备架，然后实际这个主光猫的网口它是朝右的，桌子为实心，然后这就是我主光猫的选择是这个华为的8145X6N，然后这中间厂商的 logo 没打动我，特别不爽，我就把它给打了洞，然后把它给设置为桥接模，废箱改区，把设备放进弱电区，把全屋划分为不同职责的 AP， 让手机自己决策连接，把流控 Cross 直接丢掉，信任硬件 NPU 的限速转发。看，把这个光猫放在这里，瓶盖散热，光纤这么进去，也不用担心这个光纤弯折带来的损坏。这就是我的 Home Server， 理论上还是要存算分离，但是我没有 NAS， 因为重要不会上网络存储，但路由和服务分开是必须的。例如家用没有必要搞独立防火墙，该整合就整合，该解耦就解耦，这就是 All in Two。最近在网上冲浪，看到不少穿线大神、弱电专家，有偿给客户修。我看过太多的案例，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工程师的典范。有人搞得像机房一样复杂，搞了一个8口的一个 AC， 结果呢，他只能带6台设备，多了呢供电就会不足，然后呢，他不能开160频宽。还要降功率运行，有的人明星 Match 结果只能跑80频宽，一开160就掉线。我们来算一笔账啊，中兴星云 Max 它只要210元，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呢，标准版也只要99元。现在的内存的价格随便搞一台 All-in-One， 至少是要400到500元起步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一台全 2.5G 的交换机也至少要130元吧。那么130加90正好等于210，也就是说，其实 All-in-One 它并不一定能省多少钱。而且的话呢，你总要有一个设备拨号吧，就是说这里是一个猫。然后这是一个主路由，然后你爱在底下搞什么服搞什么服，你甚至可以让猫来拨号，然后让它 DMZ， 就是把端口全部都给主路由，这也可以。因为对于我们公网 IP 用户而言，你不停的重启就像是租房一样的，它这个 IP 会不停的变 ，IP 不停的变不难受嘛，对吧？肯定有一个稳定的 IP 才能好玩啊，对吧？所以说 All-in-One 的话，还有假如你就一手机一电脑，你为什么不把那啥上网直接放在终端上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很多设备，那就不至于说买不起网络设备。如果只有2台设备，就不需要搞 All-in-One， 逻辑是很简单的，对吧？然后有的人呢，他 AP 型号选错了。AP 型号选错，把面向大场景的设备放在角落，覆盖不到主活动区。有的人呢接地线只接一端，结果反而导致有干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螺蛳壳里做道场。那么我今天的理念就是，首先，热学优先于美观，这个美观不等于隐藏。维护优先于隐藏，无线优先于形式，由客户端主导决策，这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，这才是真正的 match。Fast pass 优先，当 NPU 限速转发能满足要求时，避免把流量拉回 slow pass， 做深度监控或复杂策略，让手机自己来决定漫游。这样子才是最符合手机的状态。手机锁屏的时候，它漫游，它不影响体验，对不对？甚至不需要软路由，不需要爱快，更不需要那些复杂的策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格格科技，我的 UID 是50143041。很多人问我是怎么跑满1000兆外网1300的下屏的，答案很简单。今天我们不聊代码，我们只聊物理。让我们看看如何是用最土的方法搞定最复杂的无线射频环境。有线能跑满，那是物理定律，那不用多提。无线的环境是充满复杂的。首先忘掉那些全物漫游的营销词。那核心设备首先是星云 Max， 然后呢一台高性能的 BE5100 Pro 加，然后一台小米 BE3600。为什么选它呢？因为这个 MNTK 联发科的方案，它这个信号的质量是很好的，它有3空间流。然后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独立 frame， 它是一个高通的。真正的核心是路由器的摆放高度和位置，比刷100个固件都管用，让信号像沐浴一样覆盖下来，而不是被沙发和电视柜挡。这就是废箱改区。既是路由器又是交换机，这就是小米 BE3600， 在我的电视柜这里放在打印机上。好，我中间不小心删了一段素材，我们现在补录一下，来讲就说如何用2个双频路由器制造一个3频路由器的效果。因为我这段素材我不小心搞丢了，我重新录一下。我首先吐槽一下无线 Mesh。我们想一下，比如说常见的小米互传，因为一般的手机热点它一般是只支持开启80频宽的，80频宽的话呢，那么它的协商速率是1200或者1441。1441下呢，通常你对有线打流能达到945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1000兆网口的性能。然后1200的话呢，你一般也能得到个700-800的性能，对吧？那如果2个设备通过同一个 AP 进行无线局域网互传，你猜性能是多少？答案是大概350到400左右，1/4。一般在5.8G 下，这个成绩还会差一点。也就是说，这已经不仅仅是半双工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有2个设备啊，这是 A， 这是路由器，这是 B。通过上课传纸条也知道，
你要传就直接传。路由器它无非是什么呢？唱跳 rap 篮球 music， 它无非是投篮技术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假如一个课代表他收作业很娴熟，然后呢，假如说啊，他是有这么一个地道，有一个私人地铁，也就是网线跟班主任路由器连接，那自然 A 他投篮投给 B， 因为 B 是课代表是专业的，他收作业动作比较快，然后再交给班主任，这是极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路由器啊，它5G 它也才2个空间流，一般情况下，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一边是上行，一边是下行，这会导致整个网络变得特别拥堵。那如果是160的 AP 呢？直接告诉你结论吧，如果是2×2的话，实际测起来性能大概只有500到700，还不到2400的1/4。那么如果是一个3×3的 AP 呢，互传结果是1200左右，也就到达了单流的速率。所以说为什么不要无线 mesh？ 除非你的房子有150平以上，或者有2楼以上，或者单边大于15米，并且还是无法拉网线，否则千万不要用无线组网，你宁可直连，只要这个5G 的信号在负75以上，直连也比一个假的信号好，这是 reality。一定要连接真实的信号，而不是虚假的繁荣。然后呢，要么你说3频，要么4空间流，很贵对不对？很简单，搞2个路由器，中间用一个短跳线，工作在不同的频段，不就行了吗？所以人很多时候要学会一种叫做 bypass 的思路，要旁路掉这些大家可能刻板印象中认为的限制。那么这个讲完了，我是为了铺垫什么呢？首先我们需要明白，在中国一共只有一个160频宽，也就是这个 5.2G， 它是非常宝贵的。那路由器怎么放？我们家里可能会有好的路由器和差的路由器。打个比方，好的路由器 B7200呀、5001呀，然后一般的中等路由器 B3600啊、AX3000啊，甚至 AX1800呀。AX1800就是很经典的1200的这个5G。那么哪怕是 AX1800，它都可以担任这一段的。我们的核心是中国一共只有一个160的空口，那我们要让所有 WiFi 5的设备，因为支持 WiFi 5 Wave 2，也就是 WiFi 5却支持160的设备极为罕见，基本上可以认为不存在。还有只支持 WiFi 6，但是80频宽的都连到这个所谓的 5.8G 去，对吧？华为给160频宽的 WiFi 6起了个名字叫做 WiFi 6加，它不是 WiFi 6E，WiFi 6E 指的是6G 赫兹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中国的规则，一个 5.2G， 一个 5.8G， 创造一个中国版的6G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家用路由它的160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自适应。然后呢，但是像中兴啊、瑞吉啊、华硕应该可以，它是能够固定你的160，当然不一定能跑得到。但是呢，很多家用路由啊，它是不支持说锁定信道范围36到64，或者锁定信道范围149到161，是不支持的。你固定的160就相当于锁 5.2G， 然后 5.8G 的话呢，你一般就只能手动固定一个信道了。对，然后这一段 A 段学名的话呢，就叫 UNIIE， 然后底下这一段我们称之为 C 车道理论。因为很多绝大多数家用路由器啊，它都在这一段里面跑，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比较特殊的呢，叫 DFS， 一般中央信道我们不会选择这么多，然后绝大多数运营商的定制固件基本上都会跑到这一段里面来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就直接讲最终的最佳实现，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房间啊，我觉得有几种部署方式，一种的话呢是一南一北，就是说在这里放一个 5.2G 160，然后在这里也放一个160，然后在中央电视柜的地方放一个 5.8， 这是部署方法一。部署方法二的话呢，个人觉得啊，仅限个人观点，就是说在中央放一个 5.2 覆盖全屋，然后在死角放一个 5.8， 然后如果房子特别大的话，有足够的区分，那也可以放2个 5.2， 然后呢 5.8 的话呢可以放在离 5.2 比较近的地方，因为 5.8 和 5.2 之间它是不怕一个内部的自干扰的，这就相当于最有性价比的3频路由器。事实上我还发现了一个类似田忌赛马的现象，这就是我测出来的结论，这足以可见我的这个结论还是非常靠谱的。然后我们就把一个相对较好的直接说操作，相对较好的直接设置为自动信道，然后一个相对较差的扫一下周围的邻居，设置为149、153、157、161当中的任意一个信道。然后呢，第一个的话呢，能固定160就固定160，第二话呢，你固不固定80都无所谓，你只要信道选住了。然后这两个之间一定要通过有线连接啊，不能通过无线，因为这是有线情况下锦上添花，你要是无线这么搞的话，就只会搞得越来越乱。像比如说H3C TX1801这种性价比就挺高的，要支持一个80频宽，然后用来做补充覆盖。然后我自己家的话，其实就说运营商它是给了我一个 8156XR 和一个 8125XN， 然后这玩意它主模它只有千兆口，就特别狗。然后它这个在 2.5G 口这里，顺便一提啊，其实这也不是不能桥接。那我今天就顺便再来讲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东西。一个是光猫拨号下的 IPv6 问题，虽然说能桥接还是桥接啊，就在光猫的这个网络设置、用户侧管理。IPv6 设置里面有一项叫做子路由器子往前缀，
就一般运营商的话呢，它是给56位或者60位，我家得到是56位静态，这种比较稀有，就只要不重新注册光猫就不变的，大部分给的是60。然后但是话呢，它默认的子网前缀给的是64，就是类似什么呢？就比如说这是光猫获得到的地址。然后呢，你路由器的话呢，它要么走3001，有的时候这个光猫它不能正确的把这个地址给路由出去，然后如果走3000又会冲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比如说你只要把子路前缀改成60，那你的光猫就会走3010，这样就2个不同的网段。但我个人建议设置为62是最好的，因为它给的必须要介于运营商的+1和63之间，也就是说给60的话，61、62、63都是可以的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如何用 FTTR 的子光猫？因为我现在光猫已经彻底桥接了，不好管理了。就它底下桥接的绑定底下一般不是有网口1、网口2、网口3、网口4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 SSID 就是 WiFi， 然后还有一个下行光，也有的光猫名叫碰。你如果只有子光猫有的话，你就只绑定这个下行光。然后主光猫你还可以新建一个桥接，叫什么呢？新建一个桥接，我换一种颜色啊。你绑定这个，比如说绑定这个23吧，或者你绑定21也行。然后你留一个当管理口，一个当 IPTV 口就行。然后把它和 SSID 5绑在一起。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无线交换机，这样就相当于结构就是主光猫，然后通过一个 G 碰接到从光猫，然后从光猫的 2.5G 口的话呢，桥接用你自己的路由拨号，然后你自己的路由的话呢，亮口的话呢再回一根到它的亮一，但这种结构不太优雅，所以我个人建议，如果这种情况下还是直接把主猫给扔了吧。主猫给扔了以后，从猫你管它有没有 2.5G 呢？反正就开个 5.8G 巴士的保底频段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直接把给当成一个超网线的 AP 用不就可以了吗？人家性能还是可以的，然后你实在不行，你 F12，你进去把功率给改成200%，有问题就在评论区问呗，因为每个地区情况都不一样。首先，其实像澳大利亚它的 5.8G 是有4瓦的，在中国它的也会放宽一些，但家用路由器呢，它一般也是按照0.2瓦来的。那么呢，我们要把 5.2G 和 5.8G 给当成2个完全独立的频段来部署，就跟这个 2.4G 一样的。那么 5.8G 做覆盖， 5.2G 做极速，因为160频宽只在 5.2G。那么首先这一段它允许的范围是5150至5250兆赫兹，然后这一段叫 UNIIRA 是5250到5350，这一段呢就是5725到5850。那么我们要把手机之类的无线设备分一下，我们生活中的无线设备呢有以下几种，一种是2.4G 口的 WiFi 4，这种是 2.7，还有一种是2.4G data WiFi 6，这种可能某些市场不多，但支持最好的话呢，它基本上也能支持5G的。然后 WiFi 5的设备绝大多数的80频宽，还是支持60频宽的，这玩意跟着 WiFi 56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支持5G data 的了。然后 WiFi 7设备呢，这基本上都是支持160频宽。WiFi 7设备还能做出区分的话呢，是有的，它支持按照高通的说法叫做高频变革，就支持同时连接5.2和5.8，也有的手机叫做双5G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很明确的，首先 2.4G 先不谈，这种很少见。那么支持，那么 WiFi 5的设备基本上都支持8G 频宽，那么我们就拿上它连这个。然后这种的话呢，它如果只支持 2.4G 的话 ，2.4G 就随它去吧，这是无所谓的事情，对吧？然后如果是支持160频宽的，哪怕是 WiFi 6，也没脑让它连这个160频宽，因为 WiFi 6和7特性相差的并不大。然后 WiFi 7设备没有让它连它，那么剩下唯一的问题来了，这种连谁呢？我觉得可以按照芯片的性能来，比如说小米10，它是那个865，是当年的8.8的芯片，然后它是属于高通对吧？然后再比如说红米 Note 11T Pro， 它是联发科8个。那么首先呢，如果你认为这台手机运行的快，那就无脑让它连到160，不叫无脑，你认为它运行的慢，就让它连到 5.8G。然后你家的 AP 通常是有多个牌子吧，有的是高通的，有的是联发科的，那么你完全可以让手机保存2个频段。那具体怎么实现呢？我们家是这样子的 ，2.4G 的话呢，我建议你直接改成一个英文名，比如说就直接这样子，或者 2.4G 啊 ，IoT 啊 ，AIoT 啊之类的。5.2G 呢，我比较建议改成一个中文。然后这个也可以叫它160，可以叫它5.2，可以叫它高速，也可以叫它高速 Pro， 也可以叫它电竞，反正自己区分的开来就可以了。
如果你 2.4G 这里叫它高速 Pro， 那么 5.8G 就叫它高速。如果你这里叫它电竞，当然了，如果你只追求游戏的延迟，你也可以把 5.8G 叫做电竞。就具体还要看你小区附近的干扰多不多。我首先先来讲这个客厅的华为 AG， 其实就是这个 FTTR 的子猫，因为主动猫应用光纤连接在强接太多内存，虽然它只有子猫有2.5G 口，虽然说也可以，但是会增加延迟。然后这是我地上的西米 Max 主路，一个网线直接连接它，另外一个支援 Home Server 我用的泛达网线，因为是最源头的地方，一个猫，然后一个通往书房，一个通往客厅，另外一个供队伍。这就是整个弱电区域最真实的这个照片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一个硬盘接到这个主路由上。因为我之前在用 FTTR 的时候，它的延迟大概是2.48，但它抖动只有0.01，我拥有7色的，我感觉不太真实。然后呢，我换了之后，它延迟变成1.9了，抖动就变成了0.07到0.09，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合理的。然后，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这个8145X N 的话呢，我们对它的配置就是开启 5.8G WiFi， 因为绝大多数家用固件它不支持说锁一个范围，都是149到那个161，所以话呢，我们就手动定了个信道是153，然后呢，功率的话呢就开23 dBm， 也就是200毫瓦，也就是国标的上限。某些光猫啊，它是要进这个 F12，要么用小艺管家 APP 啊，要么用 F12，然后把它里面，比如说它有一个20对应 20%， 40对应 40%， 你把其中一个直接给改成200，然后再提交，然后就可以变成这传说中的最大功率了。这话呢就用来连接那些老设备。然后第二个小米路由器的话呢，照片之前是给大家看过了的，这是一个单 2.5G 口的路由器。那么我们就把它开启 5.2G 160频宽，就自动信道或者手动信道也行，但它不能锁160。它是支持一个2×2的 MoMeMo， 支持 OFDMA， 支持 TWT， 它的功率的话呢是为中等，也就降了1分贝，应该就是22 dBm。然后呢，它同时开启个 2.4G， 可以设为中，也可以设为强。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的话，我说了避免跟那个蓝牙网关的 2.4G 干扰。然后呢 2.4G 国标最大的就是20 dBm， 因为每3分贝就是一半嘛。5.2G 是 0.2 瓦 ，2.4G 最大 0.1 瓦就是20 dBm。然后呢，我为什么叫它穿墙呢？因为以前还讲究穿墙的时候都是给人用的，不是说只给 IoT 用的，现在就变成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，就这样了。那么接下来再来看我电竞房。你家里的话呢是这样子，我电竞房的话呢，我这左边是一个普通的书桌，右边是个电脑桌，然后这也是放了一个金属的置物架，这一块就是个中等大小的区域，然后这里放电脑，对，然后我们对，这就是这么一个置物架，然后这是主路由的话呢就直接放在这上面在，然后中心的话呢是开启了一个前导码穿孔的。它的定位是一个微蜂窝覆盖，把功率调成21，然后呢还有一个纯英文的，设置为了 N-only。这要科普一下，就绝大多数路由器啊，它是支持 B、G、N， 然后 B 加 G、B 加 G 加 N。但是的话呢，你一旦引入了 AC、A 之后，它就必须要无条件的兼容底下的频段。然后由于仅支持 2.4G， 但是又支持 WiFi 6的设备很少，就把这个 2.4G 改成了 N-only， 就为了这个纯净。对，然后现在很多人迷信这个无缝漫游，什么 AC 加 AP 的这个剔除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路由器啊是没有上帝视角的，手机自己决定的漫游才是最好用的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小孩子都是在这个书房里面，那么它这个荣耀 Magic 无脑的连这里， K80U 也连这里，然后 OPPO K5 的话呢就是连这个客厅的这里。就相较而言，只要视距范围内，因为电磁波的话，它这样子穿透是可以过来的。但是相反，你看这个客厅的小米，你看起来离它近一点，对吧？但之前我们家的话，这中间它有墙挡着的，所以说它这个它是可以穿越这里到卧室去是可以的，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就很好用。就是说，对于书房这边，对卧室这边还是可以的。然后 Series Pro， 它就是，然后父母的话呢，他白天他在客厅这里活动的时候，他就连这里。然后比较复杂的呢是我爸的设备，主要他的小米10，我就让他自主决策，有可能连这儿，有可能连这儿，因为这个设备性能还算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 Note 11T Pro 呢，因为它是联发科的，它跟这个高通有点水火不容，所以的话呢就让它连这个 AP3， 然后就把宝贵的这个 AP1啊，把这个宝贵的160频宽的资源去服务这个160频宽的手机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接下来就是 WiFi 信号显示格数的问题了。在原版的 AOSP 啊，这个安卓里面，它是55是满格，66是3格，77是2格，88是0格1格，然后低于88呢就是0格。然后小米原先的4格信号呢是高于66就是4格，66到74之间呢就是3格，这之间就是2格，低于它就是1格。它是最差它也会显示1格信号。新版的话呢变成了3格信号。
那我们首先想谈一下关于弱信号的定义问题啊。这首先的话呢，65是绝大多数手机开始漫游的区间，也就是说哪怕另外一个 AP 信号再好，不到65也是不会漫游的。联发科的漫游会积极一些，高通的漫游会保守一些。然后75的话呢，一般是一个强制漫游阈值，70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阈值。此时的话呢，一个信号如果能相对另外一个信号有12分贝的提升，这就会漫游。那么说回来，大家对强信号的定义是多少呢？我对强信号的定义是45，40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完全的跑满。就是我让我设计 WiFi 图标啊，40我会把它给画成一个完美的扇形。然后45的话呢，也会画成一个扇形，稍微缺一点。45的话呢，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可以跑满外网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55到60了，在此期间的话呢，60就已经开始跑不满外网了，所以60的话呢，我觉得只能算2个，55的话呢可以算3个。接下来就是67只能算，然后接下来我认为是72和77，72就是0个，77就不行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般而言，55的时候，你下行还是可以跑1300的，能跑满绝大多数千兆宽带的外网。而到了60之后的话呢，你大概能跑900。到了67的话呢，它的协商速度就会开始跳了，很不稳定的，一般在600到900之间，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只能跑500都有可能。然后到了72开始就不行了。那么你对弱信号的定义是多少？首先，负78算是非常弱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但凡你的信号还在72到78之间啊，无脑的去连5G，千万不要连那个接电 2.4G。2.4G 你看起来强，但它网速就是不行。只要5G 它在负78以上啊，就别跟我搞什么无线 mesh 呀，不要跟我迷信什么2.4G 穿墙好啊之类的。那么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现实，所谓的80频宽它能提升3 dBm 的信噪比，这个结论的生效范围就大概是73到78之间。你只要信号还强于70，比如常见的厕所里的负67、160，它此时吞吐量可能还有650，但是80频宽呢，可能吞吐量只有200了。这就意味着我是没有办法用6倍速去看一个4K 视频的。所以说这样的网你用的真的爽吗？对吧？所以说一定要用160频宽，就这个原因。然后包括漫游也是的，手机自己决定，永远比这个路由器提下线要好。如果你的 WiFi 密码你能一口报出来，你问哥哥，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？那就错了，我的 WiFi 密码用的是63位毫无规律的随机密码。你获得 WiFi 密码方式很简单，你可以有线连上去查。管理员密码的话呢，就直接记在浏览器里面。甚至呢，你可以用密码管理器，比如说 OnePassword 呀、Bitwarden 啊、KeePass 啊之类的。但我觉得这都已经是高射炮打蚊子了。事实上，我觉得 WiFi 密码根本就不要去记，你直接生成2种格式，一种是二维码分享，一扫就能连，这种很适合苹果它原生的那个相机去扫码，实现都是一致的，安卓也可以。第二种就是只有密码的一个文本，你这种不是很适合微信扫码，对吧？扫完了之后，它微信说微信不支持显示二维码的内容，你直接一点 copy， 然后复制粘贴。而且其实你不要小瞧扫二维码复制粘贴，因为现在很多它是会采用随机 map 的。那你自家的网友有必要采用随机 map 吗？随机 map 它保护是你手机的隐私，但是对路由器的管理者而言，它是不方便的。WiFi 密码本质上是给机器首次配对用的身份令牌，在这个时代，花脑细胞记住个极其平庸且无效率。有线连后台查一下，或者手机二维码分享，让机器服务人，而不是让人去兼容机器。人的时间永远比机器宝贵。家里人来了，直接拿连好的手机分享，管理员密码存浏览器里，有线直连后台，让人脑去记那串毫无规律的字符，是碳基生物对硅基生物的妥协，我很反感。那你说你把密码搞成63位，父母都记不住。家里啊，本来就有一个 IT， 通常是家的男人，或者说家的儿子，或者说年轻人来担任的，家里本来就有分工。那么你如果换了一台手机，你本来就用个小米互传来导，那如果63位密码都搞不清楚的人，你觉得他换手机了，他能独立的完成这个迁移吗？所以说最终还是要去找家庭 IT， 那你最后还是要找家庭 IT， 所以这个逻辑是顺理成章的，这是自洽的。关于 MLO 的话呢，把 2.4G 拉进来，纯粹放屁找死，毫无意义。我话就说到这里了。2.4G 它就是一个充满干扰的垃圾频段，只要 5G 的信号大于负77，不要去连 2.4G。那么某些路由器啊，它的固件实现有问题，它把3个信号捆绑在一起。有的路由器因为 2.4G 是 WiFi 6，反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逃过一劫。有的它会把 2.4G 绑进来，关键是有多少手机支持高频并发呢？你也不需要先买一个3频路由器来验证，很简单，手机里面有个功能叫 WiFi 加速，你直接打开，你看你连了第一个 5G 的 WiFi， 它能不能连第二个？反正我的小米13 Ultra 就说你连了 5.2G 的，第二个就只能连 5.8G， 就不能连 5.2G， 是正常的。但很多手机你只要一个连了 5.2G， 第二个就只能连 2.4G， 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 MLO， 还造成兼容性问题的罪魁祸首。还有如果是跨品牌组网的话，最好就 WPA2，这是最好的。如果你确认的路由器固件没有问题啊，我比较建议
这个纯净频段开3 only， 然后这个的话呢，要么开纯2，要么开2-3混合，然后2.4G 的话呢就开纯2。但如果你家有词典笔之类的设备，你可能就得把这个密码设的简单点，比如说只有小写字母和数字啊，没有特殊符号。但是如果你全都是自动配网的设备就无所谓。那么全家就只有我的小米13 Ultra 支持着高频并发。那问题是你短距离内你协商速率都可以到2882或者2400了，这个书房的 AP 就覆盖我的1亩3分地，那我为什么还要 MLO 呢？还有我去买一个小米 BE7000之类的，除非是那个京东无线宝，那还要自己刷机啊。我买个这么贵的设备，我拿来当 AP， 我脑子秀逗了。那我要用中兴当主路由呢？我们网络啊有公网 IP， 有大内网 IP， 但是运营商的话呢，基本上只会给你1或者4，它不会给你别的类型。当然，某些公司校园网除外，它可能会给你 NAT3， 也就是端口受限锥形。市场还有一种 NAT2， 就是 IP 受限锥形，但这种非常少见，我们姑且不提。运营商的话呢，绝大多数给的都是 TCP 和 UDP， 都是 NAT1 的网络。那么接下来就取决于你的路由器了。我们一端的 NAT 类型分别是全锥形、IP 受限锥形、端口受限锥形和对称型。然后我们另外一边的话呢，也分别是 For 孔、Restrict 孔、Port Restrict 孔和 Symmetric。那么 NAT1 相当于什么呢？ NAT1 相当于你开了一个端口，比如说 58.48.100.114 号冒号19810，这是你上网的一个端口，任何人只要知道了这个和端口都可以访问到你。NAT2 的话呢，就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，你跟他通讯过，那么他回报就是可以的，另外一个人回报这是不行的。端口受限锥形的话呢，就是说哪怕是这个人也必须用同样的端口来回你，如果他换了一个端口回你就是不行的。那么全锥形呢和公网的体验几乎没有差异。那么 NAT3 和 NAT3 之间打动的话呢，就他们之间啊，先去找一个公网服务器，他给他发一个包，把端口给他，他也给他发一个包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得这个对方的端口之后，再让 B 给 A 发一个包，被 A 阻止了 ，A 给 B 发一个包，被 B 阻止了，然后大家第3次发包就可以成功了。对称型的话呢，就只能跟1通讯。那我们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 NAT 类型啊，小于等于6就可以打通。7的话呢，1端3、1端4极难打通，4+4没有可能打通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联机有几种方法。一种方法是公网法，公网法它的好处是万能，但它的坏处呢是很难得到，并且的话呢，对朋友而言极为简单，对方不需要知道任何知识，只需要端口号就可以联机了。第二种方法的话呢是 IPv6，IPv6 的好处呢是好搞，很多人都可以搞到。坏处的话呢是必须要双方同时支持，并且的话呢某些游戏啊不支持。第三种就是打洞了，打洞就是一个2个人要携手的过程，这不是一方努力的，除非说一方是 NAT1 或者 NAT2。校园网的话呢是 NAT3，绝大多数家宽都是 NAT1，都是被光猫或者路由器限制的，还有一些长城广电之类的是 NAT4。那么联机的话呢也有几种方法，一种是直接开门暴露法，就是端口转发，还有一种是虚拟内网法，就用 Telescale 之类的，或者直接用 WireGuard， 还有一种是 FRP 穿透。这话呢有点偏题了，我们以后有机会找期视频再来。讲了这么多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王座上面的主路由，就这样子的，多好，散热也好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频段相关的知识。那么我现在啊，其实很建议大家看2个视频。好，首先大家说不同品牌的漫游体验差，我的终端决策耗时21毫秒，拼同是25毫秒。建议大家看 AC WiFi 网的一个评测，就家用的 Mesh 它就是个伪命题，它本质上就是同步一套 WiFi 名称和密码。甚至中心的群里面有人说，你把这个 Mesh 给关掉，然后直接把底下给接入成 AP 模式，体验还提升了。然后呢，我目前的话呢，客厅切换到书房可能需要个2到15秒，因为客厅信号太强了。但我房里面切换的非常快，我房门到客厅。那么给大家推荐2个视频啊，一个是卡卡的捣鼓日记，这个在 B 站路由器圈算是一个还比较知名的 UP 主。这个是 Uncle 程出品的一个关于信道和频宽相关的话题。当然他们的观点我并非全部认可，但是的话呢，每个人的家庭网络环境就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本来就要因地制宜。
那么接下来有没有种可能呢？就除了华硕以外啊，小米、华为、荣耀 H3 CTP 哪家固件功能没有中芯丰富呢？很多人喜欢玩旁路由，中芯它的 DSCP 啊，它是除了可以分配 IP， 还可以分配网关的，这就相当于它把基本东西都给你了，你爱怎么玩旁路由，爱怎么玩啥都可以。它有上网时间控制，对吧？它有自定义 host， 对吧？它有 URL 过滤，可以是全匹配，也可以是包含着匹配，命中即拦截。路由器它本质上是一种功能，路由这个词它本身，它是一个网络数据包的动态路径。路由器的话，它只要支持配置静态路由家用，因为家用你也用不上什么 BGP 之类的，它就是一个合格的路由器，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白盒子，懂吗？很多人喜欢在路由器里面跑 Docker 它的 IP 地址它结尾都不一定是.1的，都不一定跟路由器是一个地址，那它和接入局网的一台 NIAC 计算机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现在讲的角色它叫做网关。什么要做在上面 ？Close， 虽然我鄙视 Close， 但如果你要做，我就问个最简单的问题：你装个 Glasswire， 这个很好的监控流量的软件，你装到 Docker 上面，它能监控吗？监控不了，那就代表它本质上和接入局域网的一台 Linux 计算机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不对？那跑到主路由上面，难道就只为了一机多用吗？你硬要说这个中芯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做 NTP 服务器。其实你要是支持一个 WG， 虽然它现在支持 OpenVPN 了，然后再支持一个 FRP 就可以了。然后我那个电脑的话就跑了一个 Home Assistant， 用个奔腾 G3250的老电脑直接跑。很多功能不管是2层的还是3层的，它放在默认网关上面有意义。这些其他的服务还有什么 Javelin 之类的，真的有必要放到主路由上面吗？必须是要放在主路由上面做，效果最好最方便，而旁路则会非常麻烦的这种情况下，这才是应该放在主网关上面该做的事情。首先散热做好，坚持160频宽，但160频宽也不能搞太密了。比如我家有2个 AP， 然后你看啊，直接东西废消为区，直接放在弱电区里面，这既是主路由又是交换机。那我想说的是，本质上啊就是分频段，而不是分频宽。总结下来就是一个放36到64信道，一个放149到161信道。我这2个视频的 AV 号我再抄一下：115、156、713、479、128。在我的观点中，这2个是不同的频段，就跟 2.4G 要设置不一样的名字是一个道理的。至于你这个的话呢，你就搞一个这种规格的老 WiFi 6都是可以的。关键是 WiFi 5的老设备它会干扰 WiFi 6、WiFi 7的特性，就比如小爱音箱，虽然它也支持 WiFi 6，但它只是80频宽，还有一些老手机之类的。因为中国只有唯一的一个160频宽，不要浪费了。2.4G 是给电子乞丐用的。然后至于你搞个，对你把80频宽的设备接到里面，不是因为把千兆设备80频宽它跑满了，基本上也就95左右，跟千兆谱差不多，你就不把千兆怼 2.5G 一样滑稽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凡是连 5G 的设备一定要连5G。那么中芯它可以锁定160频宽的信道直接自动，当然如果附近有机场，那依然是弄不了的。然后中芯信道的话呢，它是发送管理帧的。那么接下来就看宽带速率，如果300兆就没必要用160频宽，500兆就开始可以考虑了，1000兆就一定要用160频宽，并且把光猫给改成 2.5G 接口。这是我对这位网友的建议。然后这样子看完之后，相信大家就觉得很直观了。然后比如这个是我宿舍啊，我就把它给放到这个弱电架上面，这就非常的 nice， 非常的好用。然后家里也是这么摆放。然后这就是一个电脑桌，然后这就是我的 Home Server， 这是地上的星云 Max 主路由。我想说是有人管做饭，有人管修东西，有人管 IT。自动化不是假设所有人都独立完成一切，自动化真正目标不是每个人什么都不用懂，而是该麻烦而不麻烦，不该麻烦而不添乱。那么接下来我想对大家说的是，这不是那儿，这是体验工程。500兆，我没有追求跑满 2.5G 内网，没有追求跑满1300兆的外网下行。我说的是，在我定义的弱信号下，500兆这一个移动连 WiFi 设备的黄金体验。你要更高的速率的话呢，你就接有线，包括老奔腾，你接 USB 网卡，它都可以跑到500兆。500兆，这是一个黄金体验的分割线。我讨论的不是测速，而是能不能好好用。你不需要大神，你只需要给把简单的事搞大道至简。所以别再纠结那些复杂流控脚本了，搞2台硬核路由器，把频段规划好，把网线铺好。最朴素的物理法则往往最有效，或者高的科技，愿你的信号像你的意志一样强横且自由。下期见。